这个13岁的小男孩一大早就被全副武装的英国警察按在了床上。Miller, the time is 6:15 a.m. and I'm arresting you on suspicion of murder. 任谁都无法相信一个瘦弱的未成年男孩会犯下杀人重罪，但警察却说的那么斩钉截铁。男孩杰米被全副武装的警察吓得尿了裤子，警察不得不让杰米的父亲上来帮杰米换条裤子，再带着杰米去警局接受调查。在杰米父母的眼里，自家胆子小甚至被吓得尿裤子的小儿子会杀人这件事根本让人难以置信。他们不断高喊着杰米还是个孩子，这件事一定有什么误会。那么这件事真的有误会吗？调查清楚是不是误会是警察的职责。无论如何，杰米有很大嫌疑。警察在杰米父母的哭喊和哀求中将他拽出家门，带上车。这一路杰米表现的都非常孩子气，他趴在车玻璃上不舍地看着父母，不停哭泣。 I know it's hard. You need to calm down, okay? Just calm yourself down, mate. 进入警局之后，他才稍微冷静下来，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否认罪行。I didn't do it. That's not to do with me, Jamie. Just try and answer my questions, please. 杰米的父母依旧处在震惊之中，可他们不得不来到警局。警察并没有立刻告诉杰米父母相关案情，只是照本宣科地通知他们。Jamie has asked whether you'll be his appropriate adult. 所谓合适成年人，就是陪同未成年嫌疑人一起参与讯问、抽血以及调查的成年人。杰米的母亲第一个表达不满，平时儿子都是他在管，为什么这种大事儿子选择的会是父亲？警察没有过多解释，杰米的母亲抱怨了2句，也只能接受这个结果。最后，警察大老黑又忍不住叮嘱了一句 If your son has admitted to you anything regarding this case or any of the events leading up to this case. 杰米的父亲到此对于发生了什么依旧一无所知。几分钟后，他终于见到了儿子。I've not done anything. Of course I believe you. 接下来他们要一起见律师，而律师则针对警察的流程做了个合规审核，同时问出了一点案情。Yeah, and I see that you're taking blood. Yeah, scratches on his arm, blood at the scene. It's not without justification. 这起案件中的受害者当场死亡，身上有多处伤口，死的可以说非常惨，这也足以证明杀人者下手之狠辣。目前最大嫌疑人就是杰米，他被要求脱裤子接受体检。杰米的父亲难以忍受。 This is a bit serious as well, don't you? Seeing your two grown men looking at your bits. I wasn't accused of a crime. 可他的抗议无效，只能眼睁睁看着儿子脱光接受检查。 And if I can just ask you to lift up your penis, I need to make sure that there's no defensive wounds on your scrotum. 这一刻，父亲的表情迷茫、难堪、愤怒、无能为力，种种情绪都在折磨着他。而律师在警察开始审问前给杰米的建议是 So all I want you to do is say no comment. All right, that's it. Just no comment. 这一次主管杀人案的是大老黑，杰米成绩非常不错，是个好学生。大老黑率先询问杰米有没有好朋友，杰米回答有，但具体是谁，杰米还是只有一句无可奉告。大老黑只好将讯问的问题转向了杰米的恋爱，或者说性关系上。他的 ins 上转发过几个漂亮模特的照片。杰米承认自己喜欢这种类型，但绝对没有跟他们发生过关系，毕竟他们年纪太大了。有了这个问题作为突破口，面对他自己发在 ins 上的合照，杰米接下来的回答就顺畅很多。他承认了合照上的2个男孩汤米和莱恩都是他的朋友，他们3个平常总是一起出去玩，然后他们还是同学。 Okay. Were you hanging out with them last night? What time did you get home? 大老黑继续逼问他几点回到家里，杰米依旧是那个答案，无可奉告。大老黑见他这么不老实，只能拿出他们找到的物证，一双属于杰米的运动鞋。杰米不承认这是自己的运动鞋。女警察紧接着便拿出了一个女孩的照片，这照片里的女孩名叫凯蒂，正是遇害死者。她跟杰米是同学，虽然不是同班同学，但也共同上过几节课。女警察试图让杰米谈谈他跟凯蒂的友情，但杰米又是那么一句无可奉告。 I'm prepared to talk about your other friendships, but not this one. Can you tell me why? Well, I think that's pretty clear why. 杰米只好说他跟凯蒂只是泛泛之交，在学校有说过话，但出学校就没有联系，他们之间没有超越朋友的关系。 And was it a relationship that ever went beyond friendship? 女警察的问题愈发尖锐，竟然直接逼问杰米有没有跟凯蒂有性接触。父亲忍不住出声打断，试图用自己的孩子还是未成年来保护他，可这只是正常审问流程，杰米也只能否认自己跟凯蒂发生过关系。大老黑接着逼问他是否昨晚去找了凯蒂，杰米立即否认。 You didn't kill her. You've got me confused with someone else. 可当大老黑拿出凯蒂的死亡照片，说他被7刀捅死的时候，杰米却难以忍受一般低下了头。律师见势不对，立刻想打断审讯，申请暂时休息一会儿。但杰米的父亲觉得自己的儿子是无辜的，可以继续问下去没关系。大老黑也没辜负杰米父亲的期望，转手就拿出了监控录像。这是昨晚的监控录像，录像里杰米穿着蓝白运动鞋，先是跟自己的2个朋友聚了一下，然后他独自在街头闲逛了1个小时，接着他开始跟踪凯蒂。 So you were following her. I ask you again, why were you following her? 见杰米还是死鸭子嘴硬，大老黑只能拿出他和凯蒂争执的监控录像。监控清楚地拍下了杰米和凯蒂发生争吵，
然后杰米追了上去，连同凯蒂数刀。杰米的父亲看到监控录像，顿时无比震惊，而杰米开始泣不成声。见他情绪失控，这一次审讯暂时停止，警察和律师都离开了，现场只留下杰米和他的父亲。杰米哭着解释，但这样的解释无疑太过苍白。大老黑从杰米这里很难审问出什么，只能转而来到杰米的学校，而杰米的那2个好朋友一大早也在为这事提心吊胆。Come to your house. Yeah. They ask about the knife. Yeah. 同时，大老黑的儿子亚当也在这所学校上学。亚当原本早上就给父亲发消息哀求不想来上课，但父亲大老黑根本没当回事，装作没看见亚当的消息，只让严厉的妻子去处理。亚当在妈妈的逼迫下不得不来上学，他的家长都以为他是厌学，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亚当前脚在食堂接到大老黑的电话，得知父亲可能会来自己的班级一趟，后脚便有几个同学将手里的垃圾放在了他的盘子上。亚当习以为常的端起盘子，没走2步又被一个男生堵住勒索。这种情况只有路过的老师制止了一句，其他所有人都是习以为常的模样。很明显，这所学校存在霸凌现象。亚当不是第一天被当成霸凌对象，可他的父亲大老黑对此一无所知。他来到学校之后，受到了老师诚惶诚恐的接待。他第一个见了死者凯蒂的闺蜜小黑妹。小黑妹对于大老黑的询问非常不满，在他看来，所有人都知道警方手里有杰米行凶视频，他们直接去抓人去调查杰米不就行了？为什么要问凯蒂是什么人？凯蒂跟杰米有什么关系？难道他们想将凯蒂的死亡推到凯蒂自己身上吗？大老黑试图心平气和的解释，但小黑妹并不买账，她甚至出言用亚当攻击大老黑。Adam, right? Yeah. Yeah, no, he's off if you didn't know. He didn't get your cheekbones, did he? 她越说越愤怒。 Can I go now, lower school? Bit of politeness. Well, I really feeling polite today. Can I go now, Miss Lower School? This is for 大老黑只能看着小黑妹离开，他转而又去了杰米的班级，在这里见到了他们的班主任马利克老师。他向学生们告知自己的身份，要求他们有线索给自己打电话。走出班级，他跟自己的搭档盘了一下眼下的情况。We may have enough. We may, but if we don't find that knife. 找不到刀，就代表这个案子还有让律师跟法官拉扯的空间。他们必须将案件彻底办妥，就非得找到凶器不可。而且这个案子现在其实还欠缺一个作案动机，就是他们都知道杰米杀了凯蒂，可他为什么要杀人呢？刚才小黑妹的反应更加让大老黑疑惑。I know, I get that. I'm just saying, she made it seem like Katie hated Jamie. 接下来，大老黑去了高年级的班级，试图询问线索。他的孩子也在这个班级。 As many of you know, Diab Baskin is also Adam's dad. Adam. 这些孩子的反应让大老黑心里一沉，但也只能继续说下去。不料他的话还没说完，火警铃声就响了，所有的孩子都撤出了教学楼。大老黑只能在操场上抓着杰米的班主任问，可这个班主任也是一问三不知。I want to know, you know? Come on, these kids are fucking impossible. I mean,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很快，操场又出现了骚动，原来是小黑妹打了莱恩。 The fucking freak you fucking murderer! 围观的同学们嘻嘻哈哈，没有一个帮助莱恩，倒是有嘲笑他的人。 Just got banged by a girl, you sausage. 大老黑在校医室找到莱恩，试图询问有关杰米的事情，但莱恩讳莫如深，三缄其口。这么一通乱转下来，大老黑什么都没问到，还是他儿子主动将他叫走。 It's not going well because you're not getting it. 说着，亚当拿出了手机给父亲看影子，上面学生用一些小表情来发看似平常的朋友圈，可实际上这些小表情都有自己的暗示和其他意思。炸药的表情暗指红色药丸，蓝色药丸代表你会看到世界想让你看到的。大老黑听得一头雾水，怎么就还整上暗号了？这是在干什么？拍《黑客帝国》吗？亚当的话顿时都有些说不出口了。大老黑意识到自己失言，只能闭嘴。亚当这才继续就着暗号说了下去。红色药丸的意思是我看到了真实的世界，这是男圈发出的行动号召。所谓的男圈就是100中的28法则。这个法则的意思是，80%的女人会为极少数20%的男人所吸引，他们认定想要获得女人的青睐，就要用非正常的途径或者招式，这就是所谓的非自愿单身者。杰米就被凯蒂嘲笑是非自愿单身者。大老黑不解，杰米才13岁，怎么就是非自愿单身者了？这合理吗？不管合不合理，但事情就是这样。 Could show you 15 others. Messages sent to Jamie, all different emojis, they're saying the same thing. 这话让大老黑豁然开朗，看来杰米的杀人动机就是因为凯蒂带头侮辱他是非自愿单身的男屌丝。杰米一直在被凯蒂霸凌，但亚当其实并不能确定，毕竟他跟凯蒂和杰米不是一个年级。之所以告诉父亲这些，只是不想让他继续跟个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查，还查不到重点。大老黑顿时感觉自己很是失败，对于他来说更加失败的，大概是他从亚当的话以及他们班同学对于他的微妙反应，敏感察觉到亚当很可能跟杰米处境相似，也被归入非自愿单身者的边缘人里，遭到其他学生霸凌。他带着愧疚询问亚当是不是这样。亚当强装镇定，但闪烁的表情
和满脸的委屈，其实都已经暴露了他的真实想法。大老黑跟儿子告别，心情不由得变得无比沉重。Does it look like anyone's learning anything in there to you? Just looks like a fucking holding pen. 每个教室都在用视频教学，老师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他再次去莱恩的教室想要询问，但莱恩见到他就翻窗逃跑，这更加让老黑坐实了心里的猜测，这小子有鬼。他二话不说追了上去，抓住莱恩就是一顿逼问。莱恩顶不住，终于招了。It was my knife. I just want things the way they were. 有了这么一句口供就足够他们抓住莱恩作为杰米的从犯，而至此整个案情几乎已经很明显了。大老黑放下工作，难得在学校门口等到了儿子放学，主动要接他一起走。I want to spend it with you because I love you. 这一次的案件对于他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让他终于意识到了自己对于儿子的疏忽。这边杰米的父亲去凯蒂死亡的地点给凯蒂献了一束花。7个月后，心理安全训练中心的临床心理学专家布里奥尼来到警察局，他要写一份有关杰米的报告。杰米已经被看守所关押7个月，原本他一直很安静，但最近却与狱友爆发了一次激烈的肢体冲突。当他见到杰米之后，两个人先是跟朋友一样进行了友好寒暄，但杰米很快就装不下去了。What do you call bread? Come on. It just feels like a trick. Trick? Trick into what? 布里奥尼要套什么话？无非是杰米怎么看待父亲。这孩子其实很聪明，为了终止这段没有意义的争吵，他直接用一句“我爸爸对我很好”作为结束。在这场交锋里，杰米看似退了一步，但马上下一秒他就提出要求，要看布里奥尼给自己写的心理评估报告。布里奥尼微笑着拒绝了这个无理的要求，因为他虽然受雇于杰米一家，但他的心理报告是给法官看的，以便法官更加了解杰米。在这种情况下，杰米自己也心知肚明，这份报告很可能影响法官的判决结果。他最好呈现出一些比较好的情况给布里奥尼，但他显然想不到要怎么做到这一点，只能在布里奥尼试图不断发问之中用对抗的态度防御。布里奥尼一次次受挫，却依旧面带微笑，不断从各个角度询问。杰米终于被他问得不得不说实话，先从简单的问题回答。他眼中自己的父亲只是个修厕所的，工作辛苦劳累，父亲的性格吃苦耐劳，但并不太关心他，脾气急躁，不过至少没有打过他。随着布里奥尼的进一步询问，杰米开始讲述更多有关父亲的事情。他的父亲喜欢运动，但他并不喜欢，可是父亲会把他送去训练足球。说到这里，杰米的表情开始变得不自然，呼吸也开始急促。But when I'd fuck up, he'd just... 他做了很久心理建设，才说出父亲面对他的失败会移开视线，假装没看见，试图隐藏失望的眼神。父亲的失望大概是对他来说很大的打击。布里奥尼在这一刻终于有了一些写报告的眉目。Did you not think you were very good at anything else? No, I didn't care. I wasn't. 杰米认定自己什么都不擅长，也什么都做不好，甚至安慰自己大多数人都是这样。但最让杰米崩溃的是，共犯莱恩可以回家等待接受审判，他却要被关在这个类似精神病院的看守所。说着说着，他激动地站了起来。You need to sit down, Jamie. If you don't sit down, does that mean you don't know? Does that mean you don't know what you just want? 他咆哮着发怒。Fucking wanna sit down? You do not tell me when to sit down. 这种反应吓到了布里奥尼，也引来了保安。布里奥尼只能暂时中断，出去缓了一下，然后去看监控回放，分析杰米的肢体语言。很快，他再次冷静下来，走进了灰监室。Jamie, I'm not a police officer. I'm not here to elicit a confession. I'm just here to understand. 他这一次主要询问的方向是杰米有没有谈过恋爱，希望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对于女性的看法，相比较于父亲，在杰米这里，他觉得母亲无能，但他喜欢女人，也渴望跟女性建立关系。他甚至吹牛有2个女孩光着身子给他看。One of them touched my knob through my trousers. 说完这些之后，杰米面对布里奥尼似乎洞悉一切的眼神又忍不住掩面，承认刚才的一切都是他胡说的。他根本没有被人摸过，也没有2个女生向他展示光着的胸部，他只是看过同年级的2个女生的裸照。Was Katie one of those 2 girls? 照片的确是凯蒂的，他自己发给了同年级一个男生，结果这个男生将照片外传了出去。看了照片的人不止杰米一个。布里奥尼接着问：“那他对凯蒂是否有好感？”杰米矢口否认，用的理由又是贬低凯蒂的身材太平，根本不是他喜欢的那款。几句话之后，他再次暴怒。No, fuck off! I didn't fucking say that. You fucking putting words in my mouth. 愤怒之下的他再次走上前，甚至试图攻击布里奥尼。幸好此时门外的保安及时出现。杰米面对比自己高大年长的男性保安，马上冷静了下来。布里奥尼其实也为杰米暴烈的脾气感到胆战心惊，但他的职业操守只能让他继续问下去。这一次的问题更加敏感，是有关杰米 ins 上的那些评论。杰米面对这些东西本能回避，甚至开始言语攻击布里奥尼。 Could you tell me what these emojis Oh, are? how embarrassing is that? Getting scared of a 13-year-old. 但这是没用的，最后他也只能老老实实回答。这些评论全都是对他的攻击和嘲讽，而凯蒂是首当其冲的那个。 Why did she do it to you? Because I'm ugly.
但是在裸照风波之后，他去约了凯蒂。在所有人都对凯蒂议论纷纷的时候，他安慰凯蒂说很抱歉大家这么对你，然后询问凯蒂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游乐园。他以为凯蒂会在这种时候变得脆弱，然后答应他的邀请，他可以趁虚而入。可他没想到凯蒂并没有因此喜欢上他，只是嘲讽地笑了笑，说自己还没有那么惨。就是这么一句话点燃了杰米，而得到这些之后，对于布里奥尼来说就足够了。他要结束会面，刚才还猖狂无比的杰米却瞬间变得卑微起来。他像是终于想起来自己还需要讨好布里奥尼，让布里奥尼给他写点好话。Do you like me? 可是，在布里奥尼没有正面回答喜不喜欢他的情况下，杰米马上再次暴怒，保安只能将他半拖半抱地拉了出去。而在杰米离开之后，布里奥尼一直压制的情绪才显现出来，他的神情不安而后怕。杰米是一个悲剧性的孩子，他的身上折射出太多的社会和家庭问题。父亲的易怒缺位，只关心成功与否，让他只从父亲这里学会了易怒和自卑。他没能在父母的陪伴下建立起健康的自尊与自信，同时又在学校遭遇霸凌，变得愈发敏感易怒。但这些都不是他杀害凯蒂的理由。很明显，他渴求女性的爱，不只是对于凯蒂，对于心理治疗师布里奥尼也是如此。他渴望得到认同和赞美，一旦得不到，就会用暴力、用大吼大叫来威胁对方。因为他同时根本就看不起女性，将女性视为必须服从自己的低等生物。布里奥尼无可避免受到影响，在面对他的每一刻都有如履薄冰，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感觉。但万幸的是，他已经知道这份报告该怎么写了。杰米的父亲这天过生日，本来一家人其乐融融，但大女儿突然神色惊慌地冲进来。Shit, Dad. Dad, have you seen the van? The van outside, have you seen the van? 杰米的父亲一出家门，便发现自家的车上被涂了骂恋童癖的脏话，邻居则在远处指指点点。他不由自主开始发火，对自己的老婆下达命令，让妻子给警察打电话报警。妻子报完警之后，觉得这不过是权宜之计，他们应该搬走。You think moving back to Liverpool would be any better? Because I promise you now, it'll be 10 times fucking worse than you know. 杰米的父亲嘴硬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问心无愧，绝对不能灰溜溜的搬家离开这里。但等到他拿着抹布出去擦车，面对邻居的指指点点，他也很是窝火。更让人生气的是，下一秒两个男生嬉笑着骑车疾驰而过。杰米的父亲被骂得火冒三丈，车上的油漆也没擦掉，只能带着老婆孩子去五金店买油漆，想将脏话覆盖掉。等到上车了，他安慰女儿，等到从五金店回来，他们可以一起去看电影吃饭，毕竟今天是他的生日。一家人说着这些计划，气氛逐渐重新变得温馨起来。杰米的母亲甚至开始回忆自己跟丈夫的初遇。母亲还让女儿找出了他们当初相遇一起跳舞的那首曲子，随着歌声回荡在驾驶舱里，一家人愈发其乐融融。从父母的回忆来看，他们的相遇时间也是13岁的一场舞会，跟杰米现在的年龄一样。不一样的是，父亲能够吸引到母亲。那场舞会上一开始没人跳舞，大家都很扭捏，老师急坏了。就在这个时候，只有杰米的父亲勇敢地站了出来，在舞池中央开始跳舞。虽然他跳得不够好，但至少逗笑了大家，让场子热了起来，也让杰米的母亲成功注意到了他。他们一起跳舞，然后杰米的父亲主动在舞会结束后送了杰米的母亲回家。这么一件事就能看出来，杰米的父亲比杰米更加勇敢，也更外向开朗。他吸引女孩的方式是自己散发光芒，而不是趁虚而入，被拒绝就暴怒。这种温馨与快乐，在杰米的父亲走进五金店，被一个看起来就很边缘人的年轻店员认出来后，破灭了。I just worked out who you are. You know, I've seen photos of you on Facebook. 他不断告诉杰米的父亲 It's just, well, I'm on your side, you know. 他甚至觉得凯蒂根本不是杰米杀的，理由荒谬的可笑。什么虽然凯蒂有刺伤，但全都刺在了骨头上，这种程度不至于会死人。况且凯蒂的裸照他也看过，他觉得凯蒂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听到这里，杰米的父亲再也听不下去了，他不由自主打断这个男孩，要求他赶紧拿油漆过来。别说了，老一辈大直男对于最新一代的抽象非自愿单身者还是缺乏了解，对面稍微露个一小手就能恶心的他说不出话。遇见这个人让杰米的父亲心情急转直下。更加糟糕的是，当他走出五金店，又发现那两个骑车的青少年出现在了五金店周围，看来他们很可能一直在跟踪他。被人跟踪，不怀好意的窥视是什么感觉？凯蒂生前被杰米跟踪的时候，大概心情就跟杰米的父亲此刻一样烦躁。他不假思索冲了上去，拽着一个小子的领子就骂。转过头，他又狠狠地将油漆泼在了自己的车上，妻子和女儿一头雾水，全都被他这种反应吓坏了。车上一家人沉默不语，气氛几乎凝滞。这时杰米打来了电话，杰米的父亲起初佯装平静，直到杰米抛下一个重磅炸弹。Dad, I'm gonna change my plate. 这个炸弹让所有人都无法再自欺欺人。杰米终于说了一句实话 I'm sorry. And happy birthday. 说完他就挂断了电话。而杰米的父亲怎么可能还快乐得起来？不过为了照顾妻女，他还是回家换上了去电影院的新衣服。杰米的母亲连忙阻止他。
Let's leave go in the pictures. 杰米的母亲不认为这种时候是强装无视的好时机，她坐下来与杰米的父亲谈心，让他接受这个现实。其实杰米的父亲一开始的确完全不相信儿子能够杀人，直到他看见监控录像，一切都明明白白被拍了下来，由不得他不信。可是他要怎么接受自己的儿子变成了一个杀人犯？相比之下，杰米的母亲表现的就要更好一些。其实他照顾杰米更多，所以对于这件事，他心里有更多的线索。一个孩子的变坏不是一下就完成的。一开始杰米只是不再跟家人说话，回家就上楼反锁房门玩电脑，玩到半夜。杰米的母亲越想越自责，或许他们那个时候开始管，事情的结果就会不一样了。杰米的父亲只感觉无力，这种事情要怎么管？现在网络上到处都是色情内容，防不胜防。这种话在杰米的母亲看来只是在甩锅，真的想管怎么会管不了？杰米跟杰米父亲的性格完全一模一样，一样的容易暴怒生气，情绪不稳定。杰米的父亲被说的也开始怀疑人生，难道这真的是他们的错？可他没有打过杰米，从来都没有，因为他小时候总是被父亲家暴，所以发誓永远不会打孩子。结果这么做也错了吗？ You tried to be. We both did. 他也试着带杰米去学过足球，学过拳击，但杰米全都不行。在杰米被其他家长嘲笑的时候，他现在想起来很后悔，自己当时竟然没有勇气看向自己的孩子。仔细想一下，原本杰米喜欢的就不是这种运动类项目，这个孩子更喜欢画画。作为父亲，他忽视了杰米的喜好，也没有足够的鼓励和陪伴。因为工作忙疏忽了教育，后来杰米变得越来越沉默，也不再画画，开始在家里玩电脑，他们都没有当回事。 We thought he was safe, didn't we? Didn't we think he was safe? What harm can he do in there? 杰米的母亲只能抱着丈夫安慰他不要太伤心，这不是他们能够预料到的事情。可现在想想，杰米会选择父亲做自己的合理成年人，恐怕他早就猜到父亲的性格很容易被骗，也很容易生气。他希望自己一遍遍否认他没有杀人，父亲就会跳出来保护他。 We should have bricked you. You'd have done better. No. Yeah, you would. 这时女儿的忽然到来打断了夫妻二人的泪眼相看。女儿相比之下要显得坚强很多，面对父母担心他会不会在学校受欺负，她坦白说自己的确或多或少会受到一些欺负，但他们不能因此搬走，因为逃避不能解决问题。虽然搬走能够获得一时平静，可当这些事情再次翻出来的话，他们都又会陷入同样的处境。总不能一直搬家。退一步讲，杰米是他们的家人，他们需要为杰米的错付出一些代价。女儿这么三言两语就让父母平静了下来。 How did we make you, Ellie? Same way we made him. 幸好他们不只有一个孩子，但转过身，杰米的父亲还是忍不住躲进了杰米的房间痛哭。他大概要很久才能接受杰米给这个家庭留下的创伤。